那今天视频的主角是霍尼韦尔的旗舰级空气净化器空间舱 HiMax。我一直很好奇，在航空航天领域独领风骚的空气净化器巨头霍尼韦尔生产的家用旗舰级的空气净化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首先它的大小就很令人震撼，整机高度有88厘米，一般的空气净化器放在它的旁边就像一个小不点一样，最上面是它的出风口，宽度35.5厘米，那中间是一片镜面的显示面板，可以显示 PM2.5 的实时数据，而温度、湿度和 VOC 是以中文的方式显示当前状态，会更直观一点。那下面6个是触摸按键，分别是定时、UV 杀菌、风速调节、睡眠模式、开关以及自动模式。周围还有一圈灯带，显示的是房间内的空气质量。那低污染时为蓝色，中污染时为黄色，重度污染时为红色。那不过在开启睡眠模式后，会关闭大部分的灯光显示，只是在睡眠模式上留了一个小白点，证明它还是在开机的状态。它最上层的核心舱使用的是一个布艺的材质，看起来有一定的高级感，也很耐脏。那再往下是过滤舱，过滤舱是一个类似于积木一样的可拆卸的设计，它的每一层的滤芯功能都是完整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根据家具的高度自由搭配净化器的高度。过滤舱的外壳是一个四面通风的金属结构，周长是132厘米，每层的通风高度是13.6厘米，3层叠加的进风面积是 0.53平方米，那基本上就跟开半扇窗户差不多。这里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它过滤舱的金属外壳四面是浑然一体的，没有拼接缝，一体感非常好。那最底下是4个万向滚轮，因为这个净化器的完全体真的很重，有个滚轮的话，打扫卫生时挪动起来也会更方便一些。在滚轮上我也发现一个小细节，就是它轮子转动的地方并不在中间这个连接处的位置，而是在这里有一个轴承。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假如这个缝里钻了很多毛发，它也不会影响到轮子的顺滑度。那这个细节是要给一个好评的。外观看完了，我们再来拆开看看它的内部。这一大块都是传感器模块，我们拆开看一看。这一块是粉尘，也就是 PM2.5 传感器，型号为 PM1003， 检测范围是0到500。那传感器板的中心是一颗来自比亚迪的 MCU 芯片，那旁边这个是 NTC 温度传感器，白色的这一块是湿度传感器，那这一个是 VOC 传感器，主要用来检测有毒气体和异味。那这3根线是主电源线，霍尼韦尔在这里用了很多卡线槽来固定线材。拆开外壳后就能看到它的扇叶，这是一个类似航空发动机的离心式涡轮风扇，空气从轴向进入，然后从四周散出。那这种离心式涡轮扇叶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小尺寸下产生更大的风量，但是这种扇叶对电机和叶片的设计要求会更高。可以看到这2片叶片上都卡了这种金属片，那这就是做动平衡的，可以减少运转时的震动和噪音，增加使用寿命。在出风口这里还有4颗螺丝，我们继续拆。这块电路板是电源板，在电容处都点了白色的阻燃胶来固定和散热。拆下电源板，底下藏着的应该就是它的电机了。那这里有一个很厚实的胶垫，用来缓震和降噪。这个电机是日产质朴的直流无刷电机，功率为89瓦，每分钟1000转。虽然个头不大，但拿起来的手感很沉，重量有接近3斤。我测试这个电机搭配它的离心涡轮风扇，在出口处可以达到7米以上的风速，几乎是普通净化器的2倍。风扇舱的下面是过滤净化舱，可以很方便的取下滤芯。滤芯的最外层是黑色的出效滤网，可以初步拦截一些毛发和大颗粒的灰尘。那这是我已经用了1个多月的状态，沾了不少毛，用纸巾轻轻擦一下就行。它里面白色中间层是 H13 级的复合滤网，过滤效率是 99.97%， 可以过滤大部分的病毒、灰尘和过敏源。它也是净化空气的主力层。那最里面黑色的是活性炭层，主要作用是吸附甲醛和异味。那霍尼韦尔还在活性炭里混入了一些 CTO 固体催化剂，会通过化学分解的方式把甲醛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避免甲醛饱和后的2次污染。在它最下层的底座上还有一个小黑盒，这应该是它的消毒模块。我们拆开来看看，这里面藏着4根紫外 UVC 杀菌灯管，每根功率4瓦，紫外波长是254纳米，属于医用消毒杀菌级别。这个净化器在国家卫健委也是有备案的，备案名是紫外空气消毒机，属于2类消毒产品。那内部拆解就到这里。霍尼韦尔这款净化器的颗粒物 CADR 值是1026.8立方米每小时，是大部分普通净化器的2倍左右。
CADR 值代表的是净化器释放干净空气的速度 ，CADR 值越高，净化空气的速度也就越快。那么1026.8立方米每小时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进行了一下实际的测试。成都市今天的 PM2.5 是228，属于重度污染。那我用2间大小一样的，都是11平米的房间做测试。在开窗通风1小时后，第一个房间的 PM2.5 是222，我们关好门窗让它自然沉降。第二个房间的 PM2.5 是220左右，我们关好门窗，打开霍尼韦尔空间舱 HiMax 并开始计时。大概在3分40秒的时候，房间内的 PM2.5 降到了70，也就是良好的水平。大概在6分钟的时候，降到了30的优秀水平。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看另一个没有空气净化器的房间，可以看到检测设备上显示的 PM2.5 又很快的飙到了220。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有空气净化器的房间，这个时候空气净化器已经运行了大约10分钟。PM2.5 降到了15，在11分钟的时候降到了世卫组织标准10微克以下。那然后我们再看看它对甲醛有没有用。目前来说，除甲醛最好的方式是开窗通风，但也有很多情况是没有开窗条件的，比如室外 PM2.5 爆表或者冬天家里开了暖气等等。那我在2个杯子里各滴入1毫升的甲醛溶液，然后分别放在2个房间里，用吹风机的热风加速甲醛挥发，让2个房间的甲醛浓度都稳定在 0.3 左右。那这个浓度已经严重超标，不能住人了。第一个房间关闭门窗，让甲醛自行消散。第二个房间我们打开空气净化器，前30秒基本没啥动静，但是到30秒后甲醛浓度开始快速下降。在3分35秒左右，房间内的甲醛浓度降到了国标的 0.08， 这个浓度对人来说已经相对安全了。在11分20秒的时候，房间的甲醛降到了 0.03 以下，属于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那我们再去看看另一个没有净化器的房间，甲醛含量稳定在 0.2 左右，比初始的 0.3 下降了一些，但也还是严重超标。那这么看来，在室外空气质量比较差或者没有开窗条件的时候，有空气净化器还是要比没有好很多的。那最后是我在使用霍尼韦尔空间舱 HiMax 时的一些日常体验。我一般会让它在角落里以自动模式运行，在大多数时候我家空气质量都还不错。这个时候1米处的噪音是36分贝左右，只能听到轻微的风声。整机的功率大约只有 9.5 瓦，按电费6毛来算，一天只花1毛3，一级能效很省电，所以我一般都是24小时开着它的。但如果我刚从室外回来或者刚做完饭，室内异味比较大，那它会以一个比较高的功率运行，在它最高功率时的噪音是59分贝左右，但一般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净化，变得安静。而在晚上睡觉关灯后，它会检测到环境亮度的变化，自动调暗灯光，并在10秒逐渐熄灭，切换到睡眠模式。这个时候它的功率会降到4瓦，噪音大概是在33分贝左右，几乎是一点声音都听不到的。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关机状态，但依然是有微风吹出来的。那当我开灯的时候，它也会自动结束睡眠模式，切换到自动模式。我几乎是什么都不用管，那这种全自动的运行方式还是挺省事的。那么以上就是这期霍尼韦尔空间舱体验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点帮助，那么欢迎发2条弹幕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